嗨，各位小远赢的朋友，大家好啊！相信呢有在关注我们的朋友，应该有注意到，其实呢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我们了。没错，其实呢我们的小编团队呢正在进行改版。那我们的新的名称呢叫做什么？叫做投资视角和投资视角。那我们希望透过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带大家来看看理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观念跟思维。那么对于金融投资这部分来讲，管道已经很多，交易量也很大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都已经了解到投资基本上的一个底层逻辑是什么？首先，大家应该很清楚，时间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满足这个最低标准，不管说一个人他今天认为这个标准就是定存，还是买了一个债券的公债殖利率，对他来说到了这个标准就够了吗？我想大多数人觉得不够。对我们来说，为什么大家不觉得不足够呢？因为我们今天只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所取得的一些所谓的回报，它只是能够去 cover 通货膨胀而已。那可能现在就有朋友会说，一定会有通货膨胀吗？就市场上来讲，长期而言，这个通货膨胀是一个很正常而且必然会发生的一个现象。那么正常的一般的人来说，都会期待有更高的回报。说穿了，会有比较高的回报的期待，其实最主要是因为人们想要满足基本生活的同时，甚至在未来拥有更好的生活说简单来说，就是过更好的生活。当一个人他想要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的时候，这个力量大不大？其实很大我们就简单举几个例子。我们在金融业，我们工作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的业务人员。那如果他做得很好，当然就会有比较好的回报的可能，对不对？这东西它是有动力的，那他当然是为了他自己本身生活过得更好而在做努力。那如果我们今天再扩大一点呢？举例来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两家公司，一个是波音另外一个是这个空中巴士空巴。不管从什么角度去看，最终他希望的是他打造出来的飞机更好。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是当中的工程师团队，甚至是总工程师，我没有办法设计出可能更省油、更省成本，或者是更有效率，或者是更舒服，或者更安全的飞机，然后呢扩大我的订单来源的话，我是不是工作可能就不保？所以我一定会拼命的去做，赢过对手。反过来一样，对手也一样会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在我们现在社会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当中呢，其实都有很大的力量在 push 我们必须要这个创新或者变得更好。如果说今天所有的东西就只能够最低满足我们的一些通货膨胀，甚至根本连通货膨胀都满足不了，基本上来讲社会是不会进步的。但事实上不是如此事实上是高度发展的情况之下，主动也好，被动也好，在推升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呢，我们本身来讲，如果能够满足第一阶段的所谓的可能最低通货膨胀或者定存的一些这个需求之后，接下来它并不能够让我们过得更好，或者甚至致富。我们必须要透过其他方式。那最简单的方式其实就是跟随市场高度成长。那我们刚刚回到刚刚所说的，市场到底会不会成长？会。那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人类有过基本生活以及希望过得更好的一个需求，这些东西是基础。有这些基础，我们刚刚讲的东西才会发生。那我们刚刚讲这些基础到底它是不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呢？我想纵观整个人类的一个历史上来讲，它是一个这个必然的现象。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不断进步。即便我们去看什么时候打了多少仗，或者是石油危机，或者是什么 COVID-19 都一样。不管短暂时间市场上的这个经济发展是不是有停滞，或者甚至这个紧缩，最后的结果都还是回到我刚刚讲的，所有人都必须活下去，甚至追求更好的生活，所以最后的结果还是会持续发展。这样子的一个论调，如果大家接受了也懂了，那就知道，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拥有一个更好的利润以外的回报，想要更多，那从何而来呢？当然是从参与这个市场而来。如果你今天不参与它，举例来说，假设我是一个什么都不敢去参与，也不了解市场上长期会是这样子发展的人，那我会选择什么？我会选择努力工作，存钱，把钱存到银行，存到银行当中就拿最基本的利率。那他会不会能够多赚很多钱，提升很多生活品质？会不会？原则上不太会因为他只是把他的钱当中跟现在的通货膨胀某种程度的尽可能打平而已嘛，对不对？如果我们认为说市场长期会成长，这个底层逻辑大家知道了，那你就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你应该去选择一件事情说，所以我们应该不要只会把钱放在这个存款里面，或者是只要求最低。那应该是说，我们可以在了解市场长期应该是会成长的情况之下，我们给自己
定一个我们可以接受的风险承受度，然后去享受长期市场发展成果，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参与市场的发展，参与人类的进步。你在参与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透过一些工具来参与，对不对？不是说我心中觉得我参与了，他就参与了啊，不是这个样子的。你要拿一个真金白银去参与它，到最后它就还给你真金白银。那我们刚刚讲说市场会长期成长，那我们回头来看市场长期成长，什么工具也是在底层上来讲，让我们能够在金融市场上去不断发展的东西呢？很简单，就是最明显大家所知道的，股权是一种东西，债券是一种东西。大家可以去看绝大多数所有的金融资产，它的底层就是这两种，不是股权就是债权。股权很单纯，就是一些公司行号，我们今天呢去买它的股票当股东，说穿了就是投资它，投资它就是参与它的发展。另外一种方式的参与呢，我当的是债权人，就是我借钱给这个公司让它去发展，或者借钱给这个政府让它去发展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去买债券，拥有这个债权，那借钱给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上来讲需要发展的地方。那不管你是当一个投资者还是一个债权人，基本上都在参与市场的发展，但是这个参与过程，我们并不保证短期之间的获利，但我们可以确认一件事情：长时间会因为市场高度的发展，而让我们得到长时间可能应有的一个市场发展或者是参与之后的一个合理回报。好，那么今天呢，这个第一集呢，其实想跟大家讲的一个观念，如果大家已经听懂了，其实我们希望消弭一些没有在投资的大众，或者是我们投资之后一朝被蛇咬，10年怕草绳的朋友呢，回头来审视一下投资本身来讲，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正确的一些想法跟思维。今天总结2点跟大家说明。首先，第一个，人们呢想要过更好生活这件事情呢，是个很大的力量，这个是个起点，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个人还是这个公司行号，都会不断的去推升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这些经济发展才能够让我们拥有去介入、去参与的一个本质，而这个才是投资的底层逻辑。如果今天没有上述这2项，我们很难去长期肯定或者了解到说，市场会不会有好的回报，我们很难肯定。但是基于这2点，我们就可以知道，长期来说，这些机会是大大存在的。这是以上今天想要跟大家做的一个说明，希望大家会得到更多的帮助。谢谢。嗨，大家好，来到我们第1集的乐富小学堂。好，那么今天呢，用很浅显的方式告诉大家一些基本的观念。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债权以及股权。简单来讲呢，其实股权呢最容易体现的，当然就是大家知道所熟悉的股票嘛，那么股其实呢背后就是股东，股东其实就是投资者。只是他是出钱的老板这个东西是第一个。股权在讲什么东西？说穿了就是出钱去投资，让这个公司去营运担任这样子的角色。第二个，我们讲债权债权在我们的市场上最容易体现的当中就是债券。什么是债券呢？说穿了就是向社会大众来募集资金，做什么动作？借钱，也就是他借钱来做整个业务的发展或者一些相关的推动这2种其实都是参与社会的方式嘛。因为今天我借钱给他，让他去营运，跟我投资他，让他去营运，其实基本上来讲都是在这个介入或者是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只是呢，一个是当所谓的投资者、股东，一个是当债权人当你今天去买了债券，就是这个债券发行方的债权人。对他们来说呢，他们是欠我钱的到底是当一个投资者，就是说股东比较好，还是呢这个债权人比较好呢？这个东西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这2种方式让大家在我们第1节当中知道我们股权跟债权这2件事情的一个分别。我们乐富小学堂，下次见。